亿万年的演化造就了千姿百态的两栖类，而我国两栖类物种数量众多，区系特色鲜明。那么，我国的科学家们是如何一步步发掘、认识它们的呢？两栖类保护又面临着哪些问题呢？我是冬青，本期红色名录编者专访，我们请到了两栖动物卷主编江建平老师，他将从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历史开始，带你了解这一切背后的故事。各位大家好，我叫江建平，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的一位科学工作者。成都所到目前为止，确实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做这个两栖爬行动物学研究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机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一些成绩成果，包括人才队伍。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呢，应该说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历史积淀的比较长。应该说这个机构啊，从最早可以溯源到1938年，应该是我们这个学科的奠基者刘承昭先生，他从美国获得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建立这个两栖动物学研究组。那么早先这个组呢是在江苏的苏州，就东吴大学，后面就是这个抗日战争爆发了嘛，所以整个带着学生就西迁。就逐步就到了成都，进入了这个当时的华西大学。那么刘先生到华西大学之后呢，也受聘于这个学校的生物学系的教授。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带着他的学生和这个同事，继续推进这个两栖爬行动物学研究，主要在川西地区，就是华西地区更多，所以连续做了几十年的工作。所以他在1950年就出版了这个《华西两栖类志》。这个是用英文写的，在美国这个菲尔德博物馆出版的。这本书出版之后，其实在世界上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它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突出的发现，当然除了很多新的物种之外就是那个雄性线的一个特征。对，在这本书上做了系统的论述。当然后来就继续做这个研究嘛，到1961年的时候，他又出版了第二个，就是中国的无尾两栖动物。这个书是比较知名的，但其中他领先出版了一些图鉴。那是50年代末期，好像是1959年吧，那么就出了一些图鉴。到了70年代，他的几个代表性的学生也起来了，包括这个后期知道的赵尔比院士，还有这个费亮研究员。他们这两位他的学生呢，就是有所侧重了。赵先生更多的是做这个爬行动物方面的研究，而这个费先生呢，基本上只做两栖动物方面的研究。所以大家也知道，这两位老先生也是取得了大家公认的比较突出的一些成绩。那么当然这是一代、第二代，后来也有第三代、第四代的咱们这个机构的这科学工作者的一些努力嘛。所以就首先是在2000年前后就完成了这个中国动物志，两栖动物的和爬行都完成了。据我所知，这个中国动物中脊椎动物这部分只有两栖动物爬行做完了，其他类群还没做完。当然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爬行动物是1999年最后出版2本，两栖动物是2009年出版的最后2本，说差不多说到20多年去了。在这个动物志完成的基础之上呢，其实同步我们也领先做了一些比较好的工作，包括这个两栖爬行动物生存状况的评估，就是后面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红色名录的工作。其实最早是1995年，当时是那个赵先生牵头就做这个中国两爬动物一起者，那个红色名录。到了02年的时候，应该是02年对，然后那个 IUCN 就联合我们这边推动这个两爬的国际评估。然后呢，到了应该是13年启动的，因为中国在1993年加入国际那个生物多样性第5国嘛，所以其中有个动物生物保护的问题。那么生物多样保护本身其实就有一个生存状况的评估和保护需求的评估，那么这个就需要来评估这些物种的生存状况。当然环保部没有这些研究理念嘛，所以还是组织科学院的。那么脊椎动物呢是蒋志刚老师在总体牵头，那么两爬动物是我们这边的具体牵头做的，两栖动物是我本人来牵头做，然后爬行动物呢是这个王远昭老师牵头。那么就把组织全部同行，就把这个两爬动物的生存状况做了完整的评估。在2015年以国家公报的形式就发布了这个红色名录情况。后来呢，环保部就继续因为那个数据比较早了嘛，所以又做是继续完善和那个再评估。所以到2021年再增加了很多数据，大概数据截止于2018年了应该是。那么又重新做一个比较系统的完整的评估。所以根据这些评估呢结果来看，
大家还是比较认同的，所以说也得到很多老先生的一些肯定。但这个工作还要持续做，所以总的说呢，就是通过了应该说3代甚至4代5代人来讲，一个持续性的、持之以恒的来针对这个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多样性和保护这个主题系统的开展工作，所以才有这么好的一些成绩体现。但这个还需要继续努力。保护工作离不开科学指导，那么这套凝聚了众多学者心血的红色名录有哪些特殊的作用呢？其实红色名录的最重要的作用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告诉大家哪些物种受到的威胁程度高、中、低这些。哪些物种虽然目前不是那么严重的威胁，但是还是需要关注，就要去跟踪它。应该说最重要的起到一个支撑作用，包括这保护哪些物种需要保护，其实也需要这个红色名录的信息来支撑。我们都知道极为濒危的物种肯定需要保护，但是还有很多物种是无危的，它们就可以被随意开发利用了吗？那不行，因为你看那个野生动物保护法写得很清楚的，就是我们的野生动物是不能随意去开发利用的，即便要去开发利用，就都有相关的程序，就许可嘛，受行政许可。无两栖动物中有些动物是可以开发利用的，就是已经进入这个名单的，比如说那个像蛙科的很多物种，现在蛙科和叉子蛙科，包括这个有尾两栖动物，都放在这个农业农村部的。那么这些是有很多是可以去开发利用的。你像东北那个哈斯马，就是那个东北林蛙，它属于这个体系。你刚刚谈到的这个娃娃鱼，就大鲵嘛，大鲵也是早就人工繁殖成功的，所以现在也在广泛的应用人工养殖。但这个应用一定是人工养殖的种群，而不是野生种群。当然，在开展这个人工养殖过程中呢，早期可能需要从野外捕捉一些繁殖群体，那么这个也需要有相关的许可，一些申请这些相关的程序。那我国两栖类物种这么多，在保护方面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两栖动物保护国家都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是相对于这个鸟类和这个兽类来讲就集中来讲，那么两栖动物受到的关注度和重视度是应该说还没达到应有的高度，有可能也是跟它那个不容易看见，就隐蔽性比较强嘛有关系，这是第一个。但是反转呢，这个动物它因为脆弱性反而比这其他几个类型要强一些，因为它毕竟对环境的栖息地的依赖性是比较强，它迁徙能力弱嘛。第二个，它本身需要依赖这个比较潮湿的特定的环境，就刚刚讲的比较栖息这个潮湿的水坑或者沼泽地或者湿地没有了，它就没有办法生存了。那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人们重视度还不够高。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对两栖动物来讲呢，因为它不像其他动物来讲，更多的是分得很清楚，就这个林草局跟这个农业农村部，像我们这个属于2个类型。有一部分物种呢，它是归于这个林业林草局来管，从管理角度讲。好，另一部分呢是农业农村部、律政司这边来在管。但这些年好一些了。那么这些年好在哪儿呢？就是加入这个队伍开展工作人要多一些了，所以现在看得出它的新物种很多在发现，所以这是个好的方面。那么这个好的方面呢，当然也跟政府投入还是有关系的。一方面是有兴趣的人多了，另一方面还是要有资源去开展工作嘛。确实，想要保护好两栖类不仅需要科学家们的研究数据，更需要管理部门协同推进，加强保护工作。但是保护从来都不是容易事。那么哪些情况会让它们的生境受到破坏呢？有这种情况出现，比如说有些是自然的，有些是人为的。当时那个水城那个师范学院那个校长他就告诉我，有2个点在他们儿，一个物种呢就是那个南围蝾螈的模式产地，它就因为城区的扩展，那个点就没有了。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水城角产，那么刚好在一个取水口，也把它去掉了。所以说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就是说还是有些情况在发生。另外一些呢，就是我们这个农业耕种方式的变化呀，比如说我们一些那个原来的糖田，这个不说沼泽地就水稻田嘛，举个例子，那稻田到时候它不是就出来了嘛，这个蛙类对吧？但是现在把它搞成了旱地，比如种点水果搞成了竹林像浙江的现在很多生产竹林地了，我去看的时候。好，另外还有一种自然演替，比如说那个浙江龙王山那个安吉小梨那个产地，那个自然场地，我最早去是1994年去了一趟，就费老师带我一起去的，前2年前吧，记得记不住了。那明显的栖息地变小了，它就是因为啥子？它这个叫沼泽地还叫湿地的退化，但这个退化不是人为造成的，我认为是一个自然演替。它相当于这个上面的那个灌丛逐步下往这个湿地里面扩展，它也没变干，实际就是灌丛起来了。那么塘子少了，就是栖息地
没有的情况。对，另外一个物种挑战性比较大的就是那个中国小鲢，那个物种就栖息地还好，它不好的在哪儿呢？因为这个物种是发现之后，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发现的，曾经把它评估为已经灭绝的物种，但现在是找到它了嘛。但它这个只有这个地方有水，那周边农民要生活了，就在这儿取水。它周边本来原来自然的一个小那个草坡嘛，那么它现在把它做成耕地了，干什么？种蔬菜。对，种蔬菜就需要要用水嘛。对。那这个物种面临挑战就越来越大，所以我建议那个老师呢，一个是先行动起来，比如说先把这片地给老百姓给点钱嘛，把租下来嘛，租下来就不要种菜了嘛，让它自然恢复一些那种栖息地状况嘛。那然后同步呢，也把这些情况写成报告嘛，就给政府，对不对？从国家层面还是从政府这个层面来角度嘛，来推进相关的保护工作。因为像这项工作，科学家不可能长期来去租这个地来保护这个物种，对吧？那只需要政府，需要相关的组织来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说这两种小鲢，请在弹幕报个到吧。但是在实施保护之前，统计它们的种群数量和分布面积至关重要。但这些两栖类也都非常小，科学家们也要如何统计这些小动物的种群数据呢？这个确实是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两栖动物它不像这个鸟类、兽类可见，它隐蔽性比较强。当然跟它习性，一个是除了个体大小之外，跟它习性有关系。它那个一般的晚上再出来，这样的隐蔽性比较强，所以很难发现它。那么这个针对这个类型的种群的大小还是分布范围的界定还是确定，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绝对数量来讲肯定不好讲，因为如果说没做过严格意义的那个种群的调查，是不好来说它的大小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是可以根据它的分布面积的大小来作为一个种群状态的一个评估。这个在那个 IUCN 就是凭这个受威胁等级里面的一个标准之一嘛。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种群数量为准，二个就是分布范围还是分布面积，那么来推测它的种群大小。那么这个面积分布大小呢，如果从狭域物种来讲，就是很小的一个区域的有的，我们把它叫做点状的非常狭域的一个分布状况。那么这个来讲，它的面积可能就根据我们去调查发现到栖息地就是出现的面积大小，叫做实际占有面积，就是 AOO 那个里面的。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的一个分布范围，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它活动的区域来评估了，那就相当于它在可能存在的一个区域，它不叫占有面积。但这两个都很重要，对于从一个连到多个分布点位的这个种群来讲呢，它那个分布区其实就是一个点连接起来，包括中间这个点位了，所以它就很宽了。那么它真正占有面积就是按实际栖息地的面积来算。那么这个栖息地的面积大概就根据实际情况估测嘛，度量，或者是就在地图上用 GIS 量就出来了，大概面积这样求出来的。最后，如果前面的内容激发了你的好奇心和使命感，那我想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作为一般爱好者和学生，如果想要了解我国两栖类相关知识，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学习呢？现在比较好在哪儿呢？就像咱们这个叫做信息化时代嘛，这个网络比较方便。那么另外的就是还有很多这种，还有个科普活动比较重视了，所以每年有很多这个比如科学实验室开放日要搞，科普日要开始工作，那么很多各大博物馆都是免费开放的，基本上就是学生来看。另外呢，当然是在国内呢还有搞的一些活动，就是研学活动，就是学生呢他有专门的这种科普机构或者基地之类的，他会给学校中小学联合起来，有意识的组织一些研学活动。他有些活动呢是公益性的，有些呢是不是公益性的，可能学生要做一些付费。那么像这方面国家呢，我觉得需要再引导一下，可能更好一些，就是不要把它搞成这个商业气息太浓了，对吧？就是要把科普做好，当然也不能全部是公益性的，因为要发展，毕竟还要消耗一些资源嘛。就是我觉得呢，合理的这个比较客观的收费，就是不能说把这个作为一种发财的一个航道，是吧？因为既然我们要去选择做这个，同学们提高这个科学意识，那相当于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是出于一种对民主、对国家的一种支持一个体现，那就叫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样的。那可能学生收取一定的就是对样的，已经非是可以的。有很多组织也经常跟我沟通这个情况嘛。好的，感谢姜老师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解答以上问题。结合红色名录看这次的专访，想必你一定可以对我国的两栖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有更深的理解。那么我国的爬行类保护是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哪些物种虽然种群数量庞大，但却需要特别关注呢？
下周同一时间，红色名录爬行圈副主编蔡波老师将为你解答。我是冬青，我们下周再见。